后岁月空匆，离人何时相逢？前尘旧梦，难料因果。来吧，城市里的风浪，别害怕说谎，别提前翱翔。爱是冰的、酒的，回到地老天荒。爱为出龙和为下所逢生。同样的酒店房间，更便宜的价格，不怕比价的同城旅行邀您收看《虫子》。孩儿拜见父亲。你看，出来见客也不换件衣服，成何体统啊！明日才是父亲寿辰，我想着还早，所以就未曾换上新装，有何不妥吗？长这么大了，还和别人胡闹。不如你教我打坐。你我画的不好看吗？虫儿，不得无礼，还不退下！我徒弟性格顽皮，实在失礼，还望公主见谅。尊者不必当真，本来就是小儿胡闹失礼在先，受点教训也是应该的。倒是你这徒儿聪明伶俐的，看来只有他才能治得住我这无法无天的儿子呀。对啊，既然如此，小师妹不如嫁到我清华来，替我父亲好好管束管束我。你看，可好啊？你胡说什么呀？不得无礼！尊者，要是能促成南华和清华这桩喜事，我倒是非常乐意。不知尊者意下如何呀？我徒弟年纪还小，谈婚论嫁还为时尚早。什么年龄尚小啊？我就算老了，也不要嫁给你。只要虫儿不愿意，谁也不能强迫于你。我看尊者也不太会当师傅，连个法术都不教，不如把他交给我，由我清华来教。放肆！尊者面前岂能胡言乱语？还不快道歉！我没有胡言乱语，尊者的确法力无边，但他也确实没有教虫子法术。您看在座的，有哪个师傅不教徒弟的？既然不教，那算什么师傅啊？为人师最难能可贵的便是因材施教。尊者教徒弟自有其法，怎会是你这孩子一时半会儿便看得透的？
仙子啊！姑姑，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吗？哎呀，姑姑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在父亲的寿宴上见不到你了呢。还没回答我，我方才所说的，你可听进去了？听进去了，都听进去了。姑姑，你回来就好啊。你起下去吧，以后不可胡言乱语啊。嗯。哥，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云姬在人间行走多年，久不曾回来看望哥哥，还望哥哥见谅。回来就好啊。走。尊者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虫儿，这位是卓云姬，卓仙子。卓仙子好。卓仙子，他是我徒弟虫子。虫儿，初次见面。这本是我给尊者准备的若凝丹，送给你如何？谢谢卓仙子。尊者，既然都到齐了，说正事吧。大家对今日之计有何看法？但说无妨。我认为用龚可然引出万劫，那是上上之策。此二人沆瀣一气，藕断丝连。龚可然落得如此下场，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哎，怎么能说我侄女与万劫沆瀣一气呢？她终究也是个可怜人呐。是，龚可然是个可怜之人，但是谁让他和万劫有婚约呢？我自然不是此意。可然虽可怜，但若能利用他与万劫的关系捉住万劫，倒也算是赎罪了。尊者，你有何看法？让龚仙子冒险并无必要，想引诱万劫现身，自有他法。你们这样做，有问过龚仙子的意愿吗？我在人间的时候，听说猎人会把雌鸟的眼睛缝起来，当他们听到身边有同伴路过时，就会大声呼救，雄鸟就会落入陷阱，被一网打尽。仙门的所作所为，居然跟那不识字的乡野村夫没什么区别啊！虫子说的没错，我们的确不该如此对待龚仙子。一介小小仙徒，有什么资格在此大放厥词？我们仙门肩负着守护天下的重任，岂是凡间俗事能够相比的？这是我教我徒弟的道理。若我们行事还不如人间的凡人，岂不是枉为仙尊？师父，我想回去了，我不想在这待了。行，那我们回去吧。嗯。哼。这就走了。师父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，又给你添麻烦了？他们的见识啊，远不如我的徒弟，我实在不想和他们多谈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师父你会骂我呢。怎么会呢？尊者，卓仙子，尊者还是像当年那样叫云姬好了。真是委屈你了，方才他们在殿上所言，当真是有些过分。我才是呢，
让卓仙子见笑了。你很率真，是我喜欢的性子。殷凡，你可真会选徒弟。啊，对了，你还记得上次告别时教我的那套剑法吗？云姬还有些问题，想私下请教一下尊者。虫儿，你要是累了，先去休息吧。我和卓仙子闲叙几句就来。嗯。好美啊！看看人家卓仙子，长得又好看，说话又好听，法术还高，人人都尊敬她。再看看我，酒量又差，又爱吃又爱睡，除此之外，就只会画着乌龟了。当年你是极用功的，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似乎没什么长进。心中有执念，如何长进？既是执念，就应该趁早放下。唯有走出执念之外，方知别有一片天地。听说你近几年勤于炼药，与此道亦有小成，用它济世活人，功德无量，可谓是得失各半，不枉你荒废修行。尊者说的是，云姬自惭形秽。我还有别的事，就先告辞了。请仙子勿怪罪，都是我不好，不小心撞到了仙子。你没事吧？快起来。不过小事，不用太过自责。不过这位姑娘看着有些面生啊。这位是几日前我救下的姑娘，名为听雪。她会些简单的医术，也算是聪慧懂事。与你相见也算是缘分，不如就拜入你门下，跟着你学医济世。我看这孩子有眼缘，倒也是个不错的苗子。他跟着你，定能学有所成。周仙子，听雪出身低微，大家都不愿意收我。如果卓仙子不嫌弃，听雪以后必当为师命侍从。起来吧。小娘子啊，小娘子，你就等着吧，看我下次怎么给你还回去。哼！哎，父亲，被一个小丫头算计了还不知道，丢不丢人呐？谁知道她那么大胆，竟敢在我的头上动土！哎呀，终于有人能制住你了，哈哈哈！我心甚慰啊！父亲，您怎么还幸灾乐祸呢？这叫棋逢对手。闵云中还想把他那个侄孙女嫁给你，可依我看，他和那个机灵的小丫头比起来，真是差远喽。哼！啊，对了，明日我派有大事，你陪着你那个小娘子，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，哪儿都不准去。哎，什么大事啊？我也要去。胡闹！让陆音凡来我派的事情，是你能应付的？
少给我添乱啊，省得到时候我还要照顾你。哦，哼。师傅，我已经把听雪交给了卓仙子，让她拜卓仙子为师，跟着她学医济世。太好了，小雪也有自己的师傅了，那这样就不用被别人欺负了。那，师傅你还有话要跟我说？我就是想问师傅，你会娶卓仙子吗？胡言乱语！我没胡说，卓公主一直撮合你和卓仙子，我看得出来，卓仙子是喜欢师傅你的。无稽之谈。很多年前，我觉得她天资聪颖，略微指点了一二，我当她只是朋友。那师傅你娶了师娘，会不会就把我嫁出去了？想什么呢？小小年纪就想嫁人了？那师傅当真不娶？不娶。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。明晚魔尊万劫定会前来，此地僻静，万劫不会留意。卓少公主虽然年少，修炼已有小成，卓公主已经和我说过，让她来照管你。我不。也好，既然你不想让她照管你，那你就待在房间里，哪里也别去。嗯。你来干嘛？送死吗？我不会死，你也不能。你凭什么？你我早无关系，我的生死你管不着。明日寿宴，我会趁其他人不备之时打破洛阴藩的结界，到时候我们二人就可以一起离开这个地方了。你疯了吗？他们将我困在这里，就是想引你自投罗网。我早该了断，何苦彼此折磨？想不到这剑上的魔气竟然如此强大。我这怎么样？孽轮再厉害，也已经不复存在了。我们也不用再害怕了。这剑上的魔气已经被我压制住了，大家也可以放心了。公主，楚师兄，这里残留的魔气过强，刚才已经有许多人因为魔气而受伤。既然魔镜已经到手，我们应当速速离开这里。也好，不如我们就先去陈州，那里也有地方可以落脚。
尊者，我给您打了盆热水，泡泡脚。这些都是凡人俗事，修仙之人不需要这些。啊。既然尊者不愿意，那我去给尊者暖暖背吧。等等，即使是凡人，我也不需要你为我做这些无用之事。听雪明天就要走了，有可能再也见不到尊者了。我当着卓仙子的面不好开口，但是思来想去，还是想问问尊者能不能收我为徒。虫子能做的我都能做，我还会比他做的更好。只求尊者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只收一个徒弟。今日这事我全当没发生过。你走吧，但我想和你说，你比虫儿差得远呢。那你为什么要救我？给我希望，却又不肯收我为徒，还要赶我走，为什么？我再说一遍，我只收一个徒弟，你且下去好好想想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要赶我走？凭什么他虫子可以，我哪一点比不上他？精研 P59全面配方，营养一步到位，全面营养，100年精研。海普诺卡1897邀请继续收看《虫子》。师傅不在真的很无聊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嘛？是跟卓仙子在一起吗？他们真的好般配，而我就是个大麻烦。小娘子，你想跑？你放开我！你这么大了还欺负人，你羞不羞啊你？我倒是低估你了，竟然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出丑。你当然低估我了，我让你出丑都是轻的，你要是再不放开我，我就要再给你画一个，让全仙门的人都知道。我要告诉我师傅。告诉尊者，我爹已经跟尊者打好招呼了，让我陪着小师妹。若小师妹不听话再乱跑，就是我得罪了。谁要你照顾啊？昨日的事还没算清楚呢，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！什么算账？我们顶多是一报还一报，两清了。你要是再敢欺负我，我就告诉你爹。叫声小相公，我便饶了你。轻浮之人，休想！还敢骂我？这一下再骂一句，我听听。我看现在你是想骂也骂不了了。罢了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你怎么还哭了呀？女孩子就是麻烦。这样，你好好听话，我便给你解了法术，好不好？嘿嘿嘿。信不信我把你丢到海里？可然，外面都是他们的人，你逃不掉的，你快走！牵了你的手，哪有放开的道理？
缠着我不放？因为我一直在等你。告诉我答案。如你所见，魔剑现在在我手上，你觉得是什么？也是什么？既然喜欢当哑巴，那就多当一会儿。我在这屋外布下了结界，你哪儿都去不了，好好待着。本公主要回去睡一觉，等睡醒了再来收拾你。少公主这么早过来，定是那个万劫已经到龙之渊去救人了。也不知道师傅他们现在怎么样了。放开我！今天你必须跟我走。你有什么资格说这样的话？若不是你，我会无处可去，受尽折磨吗？所有人都去龙之渊了，谁还会跑到这儿来啊？你已经害死了我的父亲和师兄弟，不要再继续折磨我了。你若是真心想要救我的话，你便去死吧。你死了，才没人找我的麻烦，我便能活。如果这是你的真实想法，那我愿意。你去哪儿？死有什么难的？我现在出去，正好合了陆印凡他们的意。站住！你的命是我的，要死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上。虫儿，虫儿。你是魔尊王月。宫仙子，好久不见。我不能待在魔界，放我走。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，值得吗？你永远都不会懂的。我不懂。那些什么仙魔殊途，不过就是一些痴男怨女罢了。你们走吧。走。下一次，我不一定还会救你。虫儿，虫儿。虫儿，师傅，好些了吗？那个人他没有伤害到你吧？傻丫头，你跟着为师这么久，为师几时被人伤过？虫儿，小娘子，小娘子，你虫子如何？暂无大碍，只是元神有些受损。都怪你！要不是你偷偷溜走，让虫子困在这儿，他会受这么重的伤啊！都是孩子，浩儿心里也不好受，哥哥就别再怪他了。
我看万劫本无意伤他元神，只是魔气太重。我这里有个药方正合用，这其中有一味引药，红月灵芝，恰好是南华山才有的仙草。尊者还是赶紧带他回南华医治吧。你放心，为师已替你寻得灵药，一会儿熬好了就拿过来。我不要，药好苦的。听话，你现在气息微弱，红月灵芝能敛神凝气，对你再好不过了。真的？为师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你要是难受的话，就先别说话了，安心睡吧。等一觉醒来，什么事情都过去了。我信师父，有师父在，就是我最好的药。气息还是很弱，这样下去不行。此后岁月空匆，离人何时相逢？前尘旧梦，难料因果，离合悲欢辗转，情丝纠缠，无人斩断，唯愿朝暮相伴。春来秋往，一朝风云消散。你在崇华宫，我回来了。这么说，师父他……你是……别喊，我就晕了一小会儿，不是故意睡着的。你大病初愈，须得修心养气，这嗓子动了肝火怎么行啊？看样子是不是好点了？对吧？我煎的药果然有效。好你个头啊！我都快被你一把送走了。你是谁啊？我吗？我是来替尊者照顾你的。哦，对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名字呢。我呢是南华第361代弟子，天机尊者的徒弟，专司炼药的闲散咒仙燕珍珠是也。炼药的咒仙？南华有这个吗？南华这么大，有像你师父和都将那样撑门面的剑仙，当然也有像我这种逍遥度日的散仙了。不过这都不重要。尊者有命，让我监督你喝下这红月灵芝。来，张口。不要，这味道这么难闻，我师父都说了不让我喝药了。不喝药？不喝药怎么行啊？难道尊者天天给你渡气啊？他都做了这些天了，你总得让他休息一下吧。渡气？师父？废话，你昏迷这些日子，你师父一边照顾你，一边向都教求药，不然你以为这千年难遇的红月灵芝是怎么来的？这么说，喂，你脸怎么红了？这些都不是做梦。你如何？够甜吧？来，不行，必须喝。
果真在此。万劫呢？万劫的行踪不是应该问你们吗？我怎么知道他在哪？哼，你在清华被他所救，两人一起逃到这里，怎么会不知他的去处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和他一起逃的？我，清华众仙尊为了捉拿万劫做了重重的准备。如果不是你和他里应外合，自己愿意，或者你跟他有什么关系，我实在是想不到更好的理由来解释你们逃出东海。宫仙子，我不是明公主，不可能处处偏袒你。我和他早已各走各路，何来里应外合？你们之前……再敢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舌头砍下来。你不愿意承认也没有关系，既然你在这个地方，他就一定跑不远。宫仙子，还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若不愿呢？既然请不来，那就只能绑了。只要有你在，他一定会现身。布阵。是。虫子，看你最近脸色好多了，果然尊者亲自照顾就是不同。来吧，拿你的法器出来，比划两招给我看看没？法器？你总不会还没有？不是吧？像我这种4样散仙都有啊。我猜尊者一定是有自己的打算，你别想多了啊。他那么疼你，就算没给你法器，怎么着也会教你一招半式吧？没有？嘿，奇了怪了，不给东西傍身，也不教法术，难道是把你当个废物养在身边啊？可不就是废物吗？听说你放走了魔尊万劫，还被他打伤了，真是丢人现眼。魔尊岂是我等小辈能独立抗衡的？师姐这话未免也太强人所难了吧？那是你们，换做我，才不会让那什么万劫轻松溜走。亏你还拜了最厉害的师傅，到头来遇到魔族还是只会挨打。选你做徒弟，真是尊者瞎了眼。瞪人倒是挺有气势的，跟哪个乡村野妇学的呀？尊者可不教这个。你大胆，你竟敢！我有何不敢？被夺了法器的又不是我。没想到师姐的法器就是用来划自己脖子的。我看这剑挺锋利的，要不要试试看呢？是什么？是剑呢。谁让我是一个没有法器的废物，又不会武功，这若是手抖那么1、2下，也是正常的吧？你刚刚是我不对。我道歉，你先把剑放下。虫子师妹，算了，就只有我吗？还有呢？对不起，你这个混！你若再敢说我师父一句，我定不饶你！你。他说的也没错，我就是个废物。胡说，废物可不会空手夺白刃。师傅，你都看到了，我也不是故意要整他，我就是气不过。虫儿，你很想要法器吗？没有，我自己水平未到，哪有什么资格呀？师傅，如果说我想要，师傅会怪我吗？虫儿，你很想要法器吗？没有，我自己水平未到，哪有什么资格呀？师傅，如果说我想要，师傅会怪我吗？你很想要法器吗？没有，我自己水平未到，哪有什么资格呀？师傅，如果说我想要法器，师傅会怪我吗？
到万劫，我但凡有用一点，也不用让师傅到处为我寻药了。我不想一直躲在师傅身后。你委实需要傍身之物，我带你去选法器。你看看，选一件自己喜欢的。师傅，我是选剑还是选些其他的呀？我们南华是剑仙门，对敌通常用剑，是因为剑有锋刃，易于攻击，但并不一定非要用它不可。凡趁手之物皆可做法器。一块木头，一卷书，用得久了，自会与主人心意相通。只不过好的法器，先天就带灵气，对敌防御有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不过法器一旦选定，就不可轻易抛弃，否则日后再难寻得趁手之物了。还是师傅替我选一件吧。我200年前路过昆仑，不得天降玄铁一块，配以不周山上最纯粹的灵石。本欲铸剑，谁知此铁奇异，似是神界之物，极难炼化，最终只炼成法杖一支。你看，你可喜欢？喜欢，师傅给他取个名字吧。星光不比月明，却从不以本身微弱为羞，依然普照人间，责备苍生。我只盼你今后不要妄自菲薄，要心怀众生，与那天上星辰一般。那此杖便名为星灿。此间神物自带正气，不会任心念邪恶之人为主，星灿更甚。他既然选定你，就知你心地纯良，愿为你所用。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，你也要听我话哦。星灿无锋，不如剑善于攻击，但防守绰绰有余。我希望你少锋芒，多克制，不要争强好胜，更不可伤害他人。也要用它好好保护自己。既然师傅让我保护好自己，那我是不是也要学点法术啊？要不先学防身之术？虫儿明白了。深情若化为星宿，思念怎遗留？今生若擦肩而过，一眼怎看透？命运若注定不朽，又何惧执手？此心若自困为囚，谁又能逃脱？蓦然回首，终究无处停留，只盼光阴逆流，再入你眼眸。一生所求，一世相守，爱
恨欲罢难休。天明捉弄，燃尽灯火，月光晃晃照我，往事漂泊，深情总千万种。此后岁月空匆，离人何时相逢？前尘旧梦难料因果，离合悲欢辗转，情丝纠缠不忍斩断，唯愿朝暮相伴，春来秋往，一朝风雨消散，你在心畔。